蓝忘机一点都不想听他的道歉，他要的只是魏无羡的承诺。冠军的风光他不在乎，从始至终他只要他安好而已。嘶，有点疼。魏无羡捂着脑袋叫了一声。蓝忘机削着苹果，听见声音，以为他是装着玩，毕竟这人昨天为了让自己和他说话，就故意装着了。正想抬头让他别闹了，就看到一脸痛苦的魏无羡。他赶忙把苹果放到一边，扶住他的肩膀，按了响铃。哪里疼？他看着魏无羡捂着脑袋，想上手帮他揉一揉，又怕贸然弄得他更不舒服。魏无羡痛得想狠狠地敲自己2下，刚抬起手就被蓝忘机抓住，恍然想起昨天答应蓝忘机要好好爱护身体，只能咬着牙忍痛，心里却期盼着医生能早点来打支麻药，让自己睡过去。他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头就像被针扎似的暗痛，还是内部。他从前最喜欢用别处疼痛的办法来压制真正的疼，但现在任凭他怎么掐紧掌心都缓解不了。蓝忘机担心的要命，把魏无羡双腿一揽，就准备抱他去急诊室。好在医生来了，他也被请了出去。他焦急地站在门口等，好一会儿医生才出来。蓝忘机赶忙迎了上去。抱歉，我们还不知道病人什么原因，现在需要去做个全面检查，可能还要动个小小的手术。魏无羡被推着去了检查室，他在病房里面受不了，让医生打了针，现在已经半昏迷着，脸色发着白，像是受了冻。蓝忘机跟着到了急诊室的门口，这一进去就是几个小时。藏色也来了，坐在长椅上有些无措地发着呆。从小到大，魏无羡虽然调皮捣蛋，但却是最省心的。虽然在美国生活和别的孩子玩的野，却也只是小磕小碰，最严重的还是上一次的骨裂，可像这一次的脑震荡确实没有的，况且现在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。他当下就有些慌了。妈，会没事的。蓝忘机在他身边坐下，缓缓开口安慰道。藏色定了定神，看着他，仿佛有了些底气，点了点头，又摸了摸手机。是啊，会没事的，你也不要担心，我们小金最有福气了。小金？哦对，你不知道。藏色打开手机给他看那屏的壁纸，是小时候的魏无羡，还是金色头发的，拉着气球站在大街上，扯着嘴角笑开的模样，一眼就吸引住别人的目光。这是羡羡小时候，我们住在美国的时候，周边的孩子都是金色的头发。他问了我好多遍为什么，给他解释不通了，就骗他说是用魔法变的，他就嚷着也要当个乖孩子，帮着我倒了好几天的垃圾，我就带着他去弄了，他喜欢得很。当时还流行变形金刚，周边的孩子看他一下子就变了个金色头发，就管他叫变形小金，我们就跟着叫了他2个月的小金。后来头发长了，他也没要染，就没人叫了。他看着魏无羡的照片，手指摩挲了2下，有些怀念那个时候，也感慨了怎么当年那个从自己肚子里出来的小捣蛋，一下子就长这么大了，还组建了家庭。回过神来，却发现蓝忘机一直盯着小金毛照片。藏色笑了一声，问道：喜欢？蓝忘机紧张的手指都弹了一下，才应了一声他从魏无羡看他小时候的相册，就想过魏无羡小时候了，知道他会是个调皮的，也一定像现在这样爱笑，只是没想到居然会是金色的头发，配上白白的皮肤，倒是很像混血的。可爱也阳光，一定有很多朋友。藏色暗笑，他就知道没人会不喜欢魏无羡小时候，划拉2下就把照片发到蓝忘机手机上。蓝忘机爱不释手地看看照片，又看看急诊室。叮，急诊室的灯灭了。蓝忘机立马站了起来。医生，病人没什么大事，是脑震荡没得到太多时间休息导致的。病人是赛车手吧，不要给他那么大的压力，输了就输了，该休息就休息。蓝忘机正想反驳，室内就有另一道气呼呼的声音传来：谁输了？我没输。没输，胡思乱想什么？不休息脑子迟早坏掉。医生朝着蓝忘机和藏色点了点头就走掉了。他刚刚已经跟魏无羡斗了好一会儿嘴，这会得去缓缓。而蓝忘机是不敢让魏无羡再折腾了，甚至有些后悔这2天不应该不说话，这样魏无羡也不用花心思哄自己。其实哄他还好，魏无羡更主要的是一直在琢磨刹车线被人磨坏的事，但他也知道这多半是找不到凶手了。不是所有的情节都能像电视剧那么圆满，坏人伏法，恋人破镜重圆，这都是很难发生的事情。睡觉。
蓝忘机对着准备拿手机的魏无羡道：“睡觉。”魏无羡收回了想拿遥控器的手。蓝湛，医生的意思是让我好好休息，别用脑子，看电视不需要脑子的。蓝忘机闷闷地应了一声，咋一看还有些委屈。我不看了，我不看了。魏无羡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。蓝忘机是越来越知道怎么治他了，知道他必定是要看球赛，到时候又会激动，知道他最见不得他失落的表情。哎，看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来。藏色推门进来，后面还跟着蓝夫人。藏色带来了一本超大的相册，实在能算得上是魏无羡的单人秀了。魏无羡看得差点两眼一翻，人生羞耻时刻无非如此。3个人的电影，偏偏还是他作为主角。小羡小时候也太可爱了，好爱笑。忘机就不爱笑，小时候就抿着嘴。蓝夫人指着躺在地上抱着手机笑的魏小羡道：“哈哈，他尽傻乐了。他出生的时候倒是很爱哭，哭的那叫一个嘹亮，还不带停的。我和长泽还以为生了一个哭包，没想到之后倒是没见他哭过，可能是把委屈都在出生的时候哭掉了吧。”藏色颇有些感慨。蓝忘机也在看，倒是没参与他们的谈话，只是认真的听着，拿起手机想要拍下来，却有些羞涩。傻孩子拍什么呢？昨天见你太喜欢，这本是专门去冲印的，给你的，等你妈妈看完就留给你珍藏。魏无羡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睡过去了，他们3人悄悄转移到外室，蓝忘机的位置刚好对着内室的门，能看到魏无羡的埋在被子里的小半张侧脸。一边听着藏色说的趣事，一边抬头看他的睡颜，应该是做了个好梦。魏无羡眉眼舒缓，看起来懒洋洋的，像在晒太阳的猫。等魏无羡出院的时候，已经差不多是冬天。他们是在上个冬天结的婚，到现在要1周年了。蓝夫人和藏色都很高兴，说要请朋友过来聚聚，看看他们当时结婚的视频。仪式感，从前的魏无羡并不喜欢，他没有什么过节的理念，由着他们去忙活，倒是让他想起来聂怀桑要送他的水中热吻的大礼，1周年的纪念日。说实话，魏无羡没想好，他拿着平板扒拉着搜索了好一会儿，都没想好要送什么才足够有意义。倒是蓝忘机看着气定神闲，像是已经想好送什么。这是事实，魏无羡喜欢什么显而易见，而蓝忘机喜欢什么捉摸不透。蓝忘机的心海底的针，之前结婚的时候，魏无羡因为马上就要去训练，倒是没有请他的朋友来参加，所以婚礼显得十分冷清，只有2家的人。这次魏无羡倒是叫了许多人，车队的还有聂怀桑他们，只是礼物这是个问题，看来只能动动自己的脑瓜子了。这结婚毕竟只有1周年，当然不会请什么见证人的来了，见证人起码要留到金婚的时候。现在无非是藏色和蓝夫人觉得当时的婚礼太简，所以才想着重新找一堆人聚一聚。终于到了这一天，魏无羡难得正经，人还没来，2家家长倒是煮好了好多早餐等着他们。第1碗百合汤，百年好合的。